我会有一种不敢下班的心态。为什么？就是。Hello， 大家劳动节快乐！祝大家劳动节快乐！我是大斯达，我是眼力现金，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妹妹 Talk。对我来讲，劳动节没有太大的意义程度。对我来说很大的意义，因为今天放假。拉斯达他是公务员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劳动节他都是放假的。那我的话呢，其实就没有这样子的概念，而且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媒体行业哦，因为以前我一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新闻的电台的新闻主播，然后我很喜欢跟我的老板讲，老板，公共假期我可以工作吗？哦，你老板应该很喜欢你的。因为我很喜欢选公共假期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在不是公共假期的时候放假啊，因为不塞车，对，不堵车，不堵对，车，不堵车不塞车，而且那种感受啊，就是很有愉悦感。人家全部在工作，但只有我一个人放假，那个感觉比起劳动节那一天放假会来得更深。其实人家在工作，你在放假，也是一个看了很爽的感觉。然后你们在工作，你们这样快的走路，我要慢慢来。对，慢慢黑一下。然后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我有一次去香港旅行，然后我发现他们的脚步真的是快到通常我们的那个 escalator 啊，两边一边是人家走快的嘛，一边是黑着的嘛等嘛，他们不是，他们两个都是 fast lane 来的。而且如果好像你要过那条路的时候，你还是要看人有没有走路，对，直接撞你。我试过，如果你慢一点哦，行開啦，小姐。对，他讲行快啲啦，唔好阻路啊。你懂吗？他真的是大声在你旁边讲的，你知道吗？他就是跟你讲行啊，姐妹啊，真的是这样子，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很快，然后就你不要阻碍他的任何一分一秒，他的节奏是快。点餐也是。对，食咩啊 ？A 餐 B 餐啊，快啲啦！而家點啦？就是那種很凶，但是你會覺得不夠，還有三字經那種。我們不可以，我們先射掉，我可以講三字經。我覺得工作有工作的速度，那休息有休息的時候，應該是慢下來。我覺得整個過程當中是應該需要 balance 的。對，我覺得在馬來西亞的那個生活的節奏，我覺得蠻平衡的。不是說好像一直 OT， 人家都覺得很平常的那種程度。因為有些的那些國家，他們覺得你要做到完，然後你要做到 OT 是沒有問題的，才是對的，對，才是所謂的好員工。是，我們還是會到放工的時候，我們還是會放工。還是會覺得，如果是超過你上班的時間繼續做工，我們還是會覺得有問題的。是，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同樣的感覺。我剛剛第一次從大學畢業之後，然後去intern的時候，我會有一種不敢下班的心態。那個時候你做什麼工？我是在一家電台當實習生，然後我其實就跟他們的那個工作時間不太一樣，所以我就可能比他們早一點點放工，可是我會等全世界都要放工的時候我才敢走，因為有一種心態就是我覺得是以前的人或者是看一些的 social media 等等，就覺得好像我現在應該做多一點。因為我也不敢下班，因為我怕那個經理會給我比較低分。對，就是有那種概念，就是要等全世界下班了之後我才可以下班的概念。長大了，然後就過了幾年工作了之後，覺得當時的我為什麼那麼笨的？我已經做超過8個小時了耶，那我還在等多2個小時，我在那邊做什麼？其實我已經做完我的工作，但是那個時候 intern 也沒有你的那個薪水也沒有跟那些工作人員一樣高。我 intern 的時候是沒有錢的。因為那個時候剛好是，因為那時候剛好是 MCO，然後很多地方其實經濟上面也不好，那個時候我只求畢業，所以只要有 intern 的機會都是 OK 的。為什麼我們今天聊聊這個勞動節呢？因為其實我覺得人的生活當中有快速的時候，有慢的時候。你覺得努力工作 vs 享受生活，它是可以並存的嗎？我覺得可以，如果你的那個工作是你喜歡的東西。因為我覺得我現在是做我喜歡的東西，或是我覺得如果就算你是不太喜歡那個東西，
但是你喜欢钱，你喜欢钱，或是我觉得你也可以从那个不喜欢里面，你可能喜欢一个东西，然后你自己去发挥，让它怎样可以成为你的兴趣，成为你的冲动。有一些时候，可能你遇到了那个瓶颈，我就可以先放缓你的速度，然后就再开始思考你接下来应该怎么走。哇，拉姐突然间讲到很低，我觉得你讲的东西我好像也经历过。遇到瓶颈吗？还是这样？我觉得我有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啊，有遇到的东西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觉得整个人很 lost。我从大学毕业了之后，然后就当了电台的新闻主播啊。然后当了电台新闻主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电台新闻主播跟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是不一样的。电视台你们会去采访啊，会去拍摄，就是你们会有那个经历啦，就是你们会从记者开始，然后去采访，然后慢慢你们就升到去主播，然后主播如果有一些特约课题，你们也会出去拍摄。但是那时候我工作的环境就是每一天工作我都是每一天在电台里面，然后我的新闻呢是从报章上面截取，然后拿一些重点新闻，然后就播报。我那时候感觉没有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我觉得我在活在一个黑房间里面跟一个麦克风，活在自己的世界。对，我觉得我看不到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子。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声音上面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但是我头脑是空的，因为我没有去接触那真实的世界，我只是对着麦克风看那个其他人写的那个新闻，然后你只是在让它变成你的句子这样子罢了。对，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报新闻的机器啊，所以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一个行业。然后我开始思考很多，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会去有这样子的疑惑，是因为我从大学开始 ，before 大学之前，我就是想要读媒体系，然后想要从事。你大学是读什么系？我读媒体系，然后媒体出来毕业之后就想要去电台工作。那时候也因为去电台工作的时候，我放弃了一个比较高薪的工作。那时候那个电台 offer 我可能是2500块，但另外一个工作的地方他 offer 我3500，再加一个 MacBook。哇哦！你不觉得那个 contrast 很大吗？是什么工作？可以透露吗？他是一个 content creator，然后应该是做财经类的啊。总之那个时候金钱的诱惑跟梦想，我就在当中去做一个平衡，然后去选择。那最终我是选择了2500的工作，我没有选择这3500再加一个 MacBook，是因为我觉得我25岁还很年轻，我可以尝试一下自己的梦想，然后就毅然决然的放下这个工作，然后去选择那个2500块的工作。有很多人觉得你很傻，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为了自己的梦想可以尝试一次。有时候我就选择了，我以为我会一辈子就在那个电台，只要他不吵我，我就不会离开。所以为什么你离开呢？就是因为刚才跟你说的，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像机器人了。就是你不是因为不喜欢那个工作，你是觉得你可以发挥的比较多，只是没有那个空间继续去发挥。对，我觉得好像有点限制，有点到尽头了。加上我其实也是一个喜欢去探索世界的人，我不想要只是待在一个黑色的房间里面，跟一个麦克风还有一架电脑。我每天的 routine 就是一样的，然后我都会报新闻，然后报交通。所以那个时间段我就开始思考，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工作？然后思考着，我就换了另外一份工作，就是那个主要是做美食的啊，美食的一些 content 哦，我去吃去拍摄，我接触到很多的人，而且那时候的工资是挺高的。26岁、27岁，你拿到4000多、5000块这个薪资，我觉得其实是挺不错的。对。但是我整个过程里面，我很不开心，很不快乐。我以为我脱离了那个黑色的房间之后就很开心很快乐，因为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看到很多美食，去很多地方，然后我也赚了钱，但是我觉得我不快乐，我就开始思索为什么我不快乐，又更加迷茫了，开始去探索自己为什么不快乐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在整个工作的环境里面，我没有了自己，你就是一直忙，因为我那时候很忙，我几乎是工作一个星期7天。每一天的工作，而且每一天是收到几百封的 message，WhatsApp， 然后帮我改这个文案，帮我改这个照片，什么什么，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生是很tension、很压力的。
就是你不是真正的的快乐。好对，对，真的是你会觉得整个人生是不快乐，但是他还是在媒体行业，我就很 lost，然后我就裸辞，安静了一段时间才去到另外一家电台工作，就是你的前同事，我在同一个 RTM 里面工作，然后 RTM 工作了一段时间过后又再辞职，然后现在就是比较 freelancer 的状态。我觉得每一次换工作，我都有再多一次的去认识我自己，对，喜欢什么样？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要去外面，但是我发现我喜欢去外面，但是我不喜欢太忙碌的生活。你的现实跟你的梦想，我觉得一定要平衡。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你要照顾孩子啊，2、3个孩子，或是没有经济负担呐。经济负担还是会有啊，因为自己要去旅游啊，要去吃很多东西啊，这个是我的负担啦，甜蜜的负担。对，甜蜜的负担，可能是有更多的空间让你去选择你的梦想或是你的现实。对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尝试很多东西，你才知道你适合什么东西。对我来说，好像之前我很执着，在一个工作里面，我一定要做到那个我喜欢的东西，要不然我会觉得人家陷害我啊，然后人家不给我机会啊。不过后来可能是已经越来越老了，越来越经过很多的那种磨练、吵架，很多的那些叛逆啊，我慢慢的觉得，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是工作需要给你的东西。明白吗？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是工作会给你的东西。对，就是我们自己也是要自己去发掘我们喜欢什么，然后就当做我们可以自己做，不一定是在工作的时候做，因为工作你要知道是人家用钱来聘请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还是要听那个老板，虽然他叫你去荷兰，你去一下咯，就是你还是要听那个给钱的人讲什么东西咯。然后，如果你真的是有那个兴趣，你可以在额外的时候去做你想要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很多平台可能是你喜欢做内容，你就找你额外的时间去做你想要做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去管你 ，OK， 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一定要那样做，没有人给你钱，要你去听他们这样做，可能是额外的时间去做你想要做的东西，你会发掘更多世界上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所以你要了解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想。所以梦想跟现实是要分开跟切割的。最好是你可以在现实的那个生活找到你的梦想，找到你的兴趣。哇，这个东西也太难了吧OK， 如果好像我现在做记者， OK， 如果是平时那个主管会叫你做那个去访问可能部长啊，或是政治啊，或是经济这些，对我来说是可以增长你的知识啦，只是我觉得没有太多的空间去发挥，可能也不是我向往的那个领域吧。因为我觉得记者，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他们自己的 favorite， 对，想要做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想做的是，好像 OK， 我可以帮到这一个群做什么东西，就是可能在被安排的工作事项当中去寻找一些你自己享受的地方。OK，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需要一点点的磨练时间才可以达到，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老板叫你做什么，你明明是叫我做错事情，或者是来这个方式一定是不 work 的，但是你还是叫我做，因为我要 receive 那个 order，然后我一定要遵从老板的，但是我还是要傻傻的去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当中的功课，因为你要去谦卑你自己，然后要去接纳老板给你的任何的指示。因为你跟老板做工。对，所以这就是所以现在我不跟老板做工了。所以你创业了。老板你好。没有做老板，但是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模式应该算是比较我在摸索，其实我也是在摸索我自己像现在想要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想要一个比较 work-life balance 的环境。那我觉得最能够让自己 work-life balance 的工作模式就是自己选择工作。
对啊，就是我不需要去 receive 任何的 order， 在当中你又会觉得很困难，因为当你有顾客，他对你什么有要求的时候，你还是要接纳他的要求。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有关于钱的东西，有关于现实的东西，很难去分割对你的梦想跟实现的那种感觉，所以还是会有老板的。对，所以我觉得我怎么逃，我都会逃不掉，逃不掉那个就是你一定要就屈服于一样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最需要学习的，就是你要屈服这个东西，但是同时你要去找到让你自己舒服的那个模式在当中。小学或是中学的时候，我们有写那个个人资料啊，那个美的啊，虽然我没有艺术天分，不过我不懂我朋友周末也叫我写啊。我们有写那个什么最讨厌的工作啊，最喜欢的朋友啊，最爱的爱好啊，什么之类样子嘛。然后我写我最讨厌的工作就是记者。可是你自己当记者哎。对，我常常看 TVB 的那种记者嘛，那个记者是那种狗仔队啊，弄到人家发生意外啊，然后要撞人家车那种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不想做那个记者。不过我进 RTM 的时候，我进国营台的时候，我就是做了记者。那个时候我也是我做记者不会吧？不过慢慢的，我从我的工作里面，我找到 OK， 虽然是我本来不想做 OK， 我慢慢的喜欢它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东西你可以去尝试。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那当初我们所想象的记者的那个模式，跟你现在真正去当记者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之间的不同跟不一样。因为我比较喜欢有一个可以创作的平台。就是可以发表你自己的想法，对，然后也让你自己可以有新的那些火花出来的一个平台。是因为我觉得，就之前我非常的爱人，我不你是爱人咩？我不想讲话的。如果是以前啊，好像是在那个成绩表的时候啊，你妈妈不是要去学校的那种啊，老师一直给我的 complaint 是。他很静哦，不要讲话哦。所以我曾经的爱人现在当上新闻主播了。对我来说，这个 podcast 让我去克服那个爱人的那种障碍，懂吗？所以就会慢慢的 OK。我不是说好像我爱人，然后不要去试这个东西可能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很怎样去突破啊，不过当你可以突破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很 enjoy。所以你是觉得，在无论是你觉得生活当中的工作可能会有一些的不开心跟委屈，但是你要学习去找到另外一面他的开心，跟能够让你觉得有满足感的东西。是，对。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是在那个工作方面你找不到快乐，你真的是已经想尽办法怎样去快乐都无法快乐的时候，已经影响到可能是你在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然后就有焦虑症啊什么之类，真的我觉得不要太多埋怨，就辞职吧。放掉吧。就是你尽力了去想，但是还是做不到，那就可以辞职。因为如果你一直埋怨，你也会为你的同事带来那些负面的感觉。你不喜欢你就走吧，你不要去影响别人。在一个工作方面，你要改变太多东西也是不能，因为那个制度就是这样，那个公司也不是你的，给钱的人也不是你的。所以在梦想跟工作当中，要认清现实之余呢，也要自己去发掘，跟自己去发现你自己觉得工作当中能够带给你幸福感跟快乐的时候。对，也要有那个平常心去看待了。刚刚你有说，从一开始你不想当记者，然后到现在你当了记者之后，然后也晋升成新闻主播。那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你退休了之后，你会想要做什么吗？我一直以来都不会想未来，因为我觉得想未来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可能是我在38岁的时候我不在也是什么啊？我为什么要想那么多未来？人生的每一个时间点，你就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经历，那个时候你在做任何的规划也不迟。
就是你比较主张的是活在当下。对，活在当下，所以你的那个判断会比较准确，也不会去浪费更多的时间规划。可能以后你也不会去实现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与其浪费时间在规划那么长远的东西，不如好好的去享受，跟好好的去计划一下，等下要吃什么，等下个月要去哪里旅行。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挺好的，就是像刚刚我们一开始聊的，就是工作的时候工作，享受的时候好好的去享受。因为其实很多人，我觉得甚至是现在都有很多人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要么呢他就是躺平。就我现在还遇到一些人，他是因为害怕去面对职场，害怕去工作等等的心理因素，所以他就在家就不工作。现在27、28岁了，他还是在家里面不工作，然后靠着爸爸妈妈养。很多人觉得啊，为什么他们那么不长进，就是不知进取 ，OK？ 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们想太多。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啊。对，就是他有时候他会很害怕，很害怕去职场啊，去工作。一方面是这样子的人，还有另外一方面那种人，就是他很努力的工作，他很努力的工作，然后他完全不放松自己，也不松懈，所以现在就有很多的那些可能抑郁啊，或者是很多的情绪状态啊，所以。就两种很两极化，但是很难做到，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work-life balance。当你有工作之余，你也有去好好的去享受生活，就是你可以拿得起，但你也要有勇气去放下。对，就是当你去工作的时候，与工作的同时，你也要去思考到，你其实是需要休息的。不要只是一昧的工作，也不要只是一昧的休息。因为我自己尝试过在 MCO 的期间，就是大家都说好像我嫁了人，你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嘛。但其实你觉得讲这句话，你真的有尝试过？你在家里面躺一整个月，你不工作，你那个心里真的是开心的吗？你真的是觉得没有问题的吗？因为我自己本身在 MCO 的时候就经历过1个月，我就什么都不做，因为那时候我是大学生，然后。MCO 的时候，一下子全部的东西都停止了，然后学校也没有什么 online class，就整个东西是 restart， 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好像被放飞了的羊，哇，那个时候没有 assignment， 没有工作，全部没有开会，全部是停止的，然后我就只需要在家躺着，然后看戏。但是你知道吗？我进入一种从所未有的忧郁，因为1个月之后，我发现我整个人一点意义都没有，就觉得你就是躺着。然后吃、喝、睡。其实，在那个 MCO 的时候，也是蛮多人就是有那个自杀的倾向，对，或者也是有很多那个自杀的案件啊。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躺平很爽啊，或者是有爸爸妈妈养很爽啊，或者是有老公养很爽啊。对我来说，如果那个爽可能是2天，我觉得已经够了。我觉得那个爽是取决于你之前有辛苦，所以你才会感觉到爽。对。如果你一直这样子下去你是不会感觉到那个爽的。所以如果你要有那个爽的话，你就要工作，或者是你要找事情来做，去让自己忙起来，或者是让自己有那个目标起来。好像有些人啊，很瘦的时候，他讲我不喜欢太瘦，因为你没有肥过。对，就是有那个反差，你才会去感恩。对，你要有反差，你才会有感恩。当然，你要去经历过那个苦，你才可以更加能够去体会那个乐。对，我觉得整个心态就是这样子，所以也希望大家听这集 podcast 的话，也可以听一下我们Lolan讲了什么。刚刚还有，我觉得在职场上，你真的有那个要可以拿得起、放得下的那个心态。就好像我做主播的时候 ，OK， 我每次要开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失去这个东西，我承担得起吗？就是好像 OK， 我做主播，大家看得出来，就一个比较风光的工作，我妈妈也是非常的喜欢，我家人一直提起这个东西。不过每次要开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想，我有一天不做主播的，我可以承受这个没有光环的世界吗？那个时候我觉得可以，我可以承受得起。所以我才开始做那个东西，因为我怕没有了过后，或是失败了过后，我承担不起，
我不会开始。所以你不会好像你失去的时候，你不会太焦虑啊，或是你不会跌到谷底。就是你要做最坏的那个打算是什么都 OK。你刚刚说这个拿得起放得下哦，也是挺值得去深思的。因为我自己之前就是第一份工作，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在电台里面工作，然后是一名电台新闻主播，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当我辞去的时候呢，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但我会有一种犹豫，我辞职是对的吗？为什么那么多人质疑我？就是世界末日。对，就觉得好像没有了这个 title， 没有了这个头衔，我错了吗？然后这是第一次的经历。那第二次的时候是我从RTM 的电台辞职了之后，我也有再次经历这个感受，就是很多人问为什么电台主播不好吗？主持不好吗？其实我也会去怀疑自己到底做错了吗？但是我觉得没有自始至终啊，我没有后悔过我辞职。因为我觉得我在探索我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说我用一些的决定跟改变生活的一些方式来去发现另外一个我可以达到的东西，或者是去寻找另外一个可以成就的自己。我觉得人生就好像一个拼图一样，这个时候你是新闻主播，这个时候你是电台主播，但是在慢慢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又是另外一个你。对，但是它还是你，只不过是我所说的，我觉得是每一个阶段都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跟进阶版的自己。虽然曾经这个光环大家很喜欢，但是或许下一个阶段有更加多发光的时候，可能现在的时候你觉得现在的你自己很好，但是你放下了现在的自己的时候，看像你说的拿得起放得下，你放下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到下一个阶段去发现另外一个自己。对，而且我是蛮相信，就是我们的那个时间线都是已经有安排了的。对，只是你在做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做好来，你不可以说好像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放弃，我随便做就可以了。因为当你没有放弃，或是当你真正的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用心去做一个东西，你可能会发掘到更多的潜力，更多的可能这样子。所以接受你的安排，接受你现在的工作，也不要去放弃接受更多的可能。你要 follow the flow， 然后勇敢的去接纳不一样的自己，或许你会发现更闪闪发光的自己。是的，对。